科学家们首次像揭开魔术面纱一样，看到了量子隧穿过程中粒子在障碍物内部的真实活动。这是人类首次用实验手段窥探到那些原本只存在于理论和方程中的隐秘空间。自从量子力学诞生之初，量子隧穿效应就像一只神秘的幽灵，萦绕在科学家的理论模型与实验数据之间，让人琢磨不透，成为跨越100年的难题。在量子隧穿的过程中，像电子这样的小粒子仿佛拥有了穿墙术，它们能无视经典物理设下的能量围墙，出现在原本不可能到达的另一侧，令人匪夷所思。我们一直可以观测到电子在穿越前后的状态，就像只看到旅程的出发点和终点站，但旅途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黑匣子般的过程一直是物理学中未解的悬案。不过就在最近，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终于迈出关键一步，通过一项技术上的突破，首次捕捉到了电子穿越障碍时正在隧道中的关键瞬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微观世界深处的新窗口。这项研究刊登在权威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不仅改写了我们对量子隧穿的基本认知，也为今后量子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可能对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你对这一前沿突破感到好奇，接下来的内容将带你逐步揭开这项研究背后的科学故事，让复杂的量子现象变得通俗易懂。研究团队从一个看似简单却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出发，在穿越能量屏障的过程中，电子究竟在里面经历了什么？也就是说，当电子处于那个被称作室垒的区域时，它是直线通过，还是像球一样反弹，还是以我们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活动？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学家们动用了目前最先进的技术——超强度、超短时间的激光脉冲，以极高精度敲打原子，诱发出隧穿现象，像快门一样捕捉那一瞬间的电子行为。借助这些阿秒级别、千万亿分之一秒的激光脉冲，研究人员得以进入过去无法涉足的时间领域，看清电子在隧穿过程中每一个细微的动态变化。在这些极限条件下，通过追踪电子在原子中的路径图，科学家们第一次看到了电子穿越室垒时隐藏在幕布之后的真实动作，揭示了理论模型中从未提及的复杂细节。让人震惊的是，实验数据竟显示出一种此前从未被预料到的行为模式：电子的行动远比原本设想的直通车模式复杂得多。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电子并不是安安静静地溜过那道能量墙，而是在室垒内部的深处与原子核发生了碰撞，就像一个被卡住的球突然回弹，与障碍物发生了直接互动。他们把这一新发现命名为室垒下从碰撞，英文简称 UBR Under the Barrier Recollision。 这是一种此前从未被正式识别的量子行为，为我们解读隧穿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维度。这项发现就像在地图上标出一块从未探索的区域，直接动摇了科学界长期以来的假设，即隧穿只不过是一个粒子从一点钻到另一点的简单穿越行为。传统的理论模型一直认为，电子只有在穿墙成功并抵达室垒外部之后，才会和原子核有任何值得研究的互动，中间过程则被视为一条静默无声的传输带。然而 UBR 的发现打破了这种静态想象，它
它表明电子在隧道内部并不是被动漂浮，而是经历了一连串复杂甚至剧烈的动态过程，令人耳目一新。更有趣的是，电子在这次从碰撞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发生接触，它竟然还借此机会吸收了一部分能量，相当于在隧道中充了电。这种能量的注入引发了一种被称为弗里曼共振的现象。在这种状态下，电子更容易摆脱原子核的束缚，就像获得额外助力的宇航员，能够冲破地心引力般的脱离轨道。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电离效率的提升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主要依赖激光的强度，这与现有理论发生了直接冲突，也说明了我们对强场环境下电子行为的理解还有盲区，必须重新审视。总结来看，这些发现代表着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人类首次用实验工具真正照亮了量子隧道内部那个神秘空间，为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验证。我们如今知道，隧穿并非单调直线的溜过，而是一个充满能量交换与相互作用的动态事件，其中包含了许多过去被忽略的重要细节与机制。这项研究不仅破解了一个100年未解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科学家们在计算模拟和理论构建中所依赖的核心方法，改变了我们如何用数学和模型描述量子世界最基本的动作片段。过去，科学家通常使用一些简化处理的方法，比如所谓的准静态近似，来描述隧穿现象。这种方法默认电子的行为是受外部电场慢慢调控的，忽略了过程中的能量交换、碰撞与动态变化。但 UBR 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静态图景。它告诉我们，电子在穿越室垒的过程中是有故事的，不仅和原子核发生了实质性的接触，还在过程中汲取能量，成为一个主动参与的主角。这个发现对强场物理学尤为关键，因为在这个领域，科学家们依赖强烈的激光脉冲来探测和操控电子的行为。UBR 现象的加入意味着他们手中的工具箱突然多了一把能够解锁新现象的钥匙。更令人兴奋的是， UBR 不仅可以提升电子的电力效率，还表现出对激光强度变化的不敏感性，这与过去普遍接受的观点背道而驰，等于是对强场物理中能量输入等于效果输出的传统逻辑发出了挑战书。这项研究还为阿秒科学开辟了新天地，这是研究电子运动最短时间尺度的前沿学科，以1秒的10亿分之一为计时单位，而 UBR 让我们在如此微观的时间缝隙中得以窥见前所未有的电子活动图景。 UBR 的发现如同为电子世界打开了一台超高分辨率的摄像机，让研究人员能在极短的时间尺度上精准控制并测量隧穿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就像慢动作回放一样，揭示那些原本模糊不清的瞬间。这项研究以清晰的实验证据表明，隧穿不再是一个电子进电子出的单程旅程，而是一连串动态相互作用交织的复杂过程。这为今后的量子理论建模提供了全新的结构框架和思考路径。未来任何关于量子隧穿的理论都必须将 UBR 纳入考量，因为它不仅影响电子的电力方式，还可能重新定义共振现象的成因，甚至在能量传递路径上引入此前未考虑的新变量。简单来说，这次的发现不是为旧模型加个补丁，而更像是打掉重建的起点，一个彻底重新思考量子过程的契机。这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概念革新，
迫使物理学家们重新思考隧穿这一现象的本质。它的启动机制是什么？是否可以人为调控？又将如何影响从原子结构到量子芯片的整个技术体系？ UBR 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基础物理，它的影响像波纹一样扩散到众多应用领域，从电子器件到量子技术，每一个与微观粒子互动的系统都可能因这项发现而被重新定义。以半导体为例，隧穿效应是晶体管、二极管等元器件正常运作的基础机制之一，可以说它是现代电子设备的看不见的血脉。而 UBR 的发现或许能让我们在设计这些组件时更精准地掌握能量流动与性能调优。如果我们能够精确掌握电子在室垒内部的真实行为轨迹，工程师们就可能开发出更高效、更节能的电子器件，甚至突破传统制造工艺的微缩极限，进一步推进纳米级革命。在量子计算领域，量子比特的稳定性和相干时间至关重要，而隧穿效应正是影响这些指标的关键因素之一。UBR 现象的引入有望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并优化量子态的保持机制。如果我们能更好地掌控隧道中的动态行为，比如预判何时出现从碰撞或能量转移，就可能从源头上减少量子计算中的错误率，从而构建出更加稳定可靠的量子架构。在超快激光应用领域，科学家们依赖高次谐波 HHG 来生成极端紫外光，这对精细的分子成像和光谱分析至关重要。若能通过操控 UBR 现象提升这些频率的效率，那无疑将使科学家在看清物质最小结构这场竞赛中领先一步。总的来看，这项研究带来的不仅是理论突破，更可能是一种工具革命。它将重新定义我们在物理、化学、材料学乃至生命科学中观察和理解物质微观结构的方式和深度。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发现对核聚变领域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毕竟，在聚变过程中，粒子也需要跨越能障完成反应，而 UBR 或许能为我们模拟和调控等离子体中的隧穿行为提供新思路。在高温高压的聚变环境中，离子如何穿越库伦室垒，是决定能否实现高效反应的关键一环。深入理解室垒下的细节交互，有望帮助科学家建立更接近现实的等离子体动力学模型，为可控核聚变迈出更坚实的一步。展望未来，科学家计划进一步扩展研究范围。UBR 是否也存在于更复杂的环境中，比如多原子分子、晶体固体，甚至生物分子结构？如果能将其规律性加以应用，或许我们将迎来一个以 UBR 为基础的新一代量子器件革命。这些令人兴奋的问题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研究者投入全新的实验设计中，其核心目标是突破现有技术边界，探索如何在不同材料、不同能量条件下精准地调控隧穿行为，就像调音师校准乐器一样微调量子过程。正如研究人员所强调的那样，这项研究不仅是科学上的一次突破，更像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打开了精确控制量子隧穿这扇大门，一个未来可编程量子世界的序章。这不仅仅是对量子物理理论的一次推动，更是一种全新技术平台的诞生。它能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操控电子行为，为新一代的信息处理、能源利用和材料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量子隧穿长期以来都像是违背常理的魔术，粒子仿佛能够穿越不可能逾越的能量边界，挑战我们对自然界的基本认知。
如今终于被拉入现实的视野之中。而这次划时代的研究首次证明了，在隧穿过程中，电子并非独行侠，它会与周围环境发生复杂互动。这种隧道里的故事终于被我们亲眼捕捉，真实记录。这一重大发现不仅终结了困扰科学界100余年的疑问，更为完善理论模型、推动半导体技术与量子计算机的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真正实现了从科学认知到技术落地的跃迁。